少一些胡思乱想，多一分内心安宁，学会放下执着，活得乐观，活得快乐，关心自在。人何苦思虑过多？想多了头痛，思久了心累。与其胡思乱想，忧虑那缥缈的未来，不如寻些实事来做，安顿身心。人生仅此一回，一旦落幕，无法重来；一旦失去，无处寻回。每个人的光阴都是短暂的，生命比金钱可贵，比万两黄金更应珍重。所以别再浪费了，别再多想了，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吧。活一天就真切地感受一天，过一日就圆满地过好一日。我们无法预知下一分钟会发生何事，也不知道自己与身边的人谁会先走一步。那些你关心的人和关心你的人都只是此生的缘分，一旦错过，来世未必能再相逢。既然如此，思虑过多又有何用？累了就歇息，烦了就静心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看不顺眼你的人也比比皆是，何必去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？看淡生命中的坎坷，将打击化为前行的动力，将失败视为宝贵的功课，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，做自己的事。会感到痛苦的不止你一人，谁不是一边疗伤，一边坚强，一边体验，一边成长？生活在疲惫，终须面对；日子再艰难，也得走过。请记住，这世上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你只需稳住心，继续努力。昨夜梦里荣华富贵，权倾天下，幸福荣光。喜悦未尽，鸡鸣破晓，惊觉梦醒，惘然四顾。又一夜，梦见命途多舛，贫病交加，苦不堪言。欲投江自尽，忽闻阳光穿窗，方知一时梦。睁眼迎接晨曦，富贵与贫穷，不过是悲喜两张脸。在觉者眼中，梦终究是梦。社会日益繁华，人心却追逐着物质，以满足无尽的欲望，最终难以觅得片刻的宁静，以与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。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蕴藏着纯净的善良，那才是为人的根本之道。能让我们感到最幸福的，莫过于看见他人幸福。永恒的富足是心灵的富足，想要获得，必先懂得付出。或许若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留一方宁静，回观自心，才能明白何为生活，何为珍贵，何为实相，才会知道自己是谁，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在追寻什么。当我们将一颗石子投向水面，水面变起了涟漪，我们看见的倒影也随之扭曲，不再清澈。人心亦如水面，待到心湖波澜不起，宁静澄澈之时，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纯净的本来面目，才能了悟自己是谁，是在生活，亦或仅仅存在。无人能活100岁，却筹谋1000年之事；无人能知天命，却妄想扭转乾坤；无人能容颜不老，却梦想花开不败。谁能长乐无忧？终究是牵挂缠绕，路尽分离。一溪一湖之间，人生已是万千故事。谁能舍弃爱情？纵然情中藏着无尽苦楚。谁能青丝不改？生死轮回，梦萦魂牵。少有人能独自幸福，于是甘愿交换，只为寻得些许温暖。无人愿走回头路，于是千里迢迢，甘苦自尝。又有几人能回归自心，拥抱伤痛，沉入无常。既然无人能永生不死，那魔情谨记，真理常在自心。人生来本就如风中残烛，若无人看顾，
无所依靠，该如何自处？无论我们的起点为何，切勿轻视自己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绝不轻言放弃。世事变幻无常，终有一日，我们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模样。有钱的人脸上未必有笑容，他们的苦我们未必知晓。没钱的人未必天天愁眉苦脸，他们也能活得快乐，活得安好。没有绫罗绸缎，山珍海味，只有粗茶淡饭，又有何妨？只要我们知足常乐，便一无所缺。因此，幸福与否，唯有自心最明了。钱是何物？人赚来的，也由人花掉。为了存钱而缩衣节食，心爱之物也不敢买，这样的人生，算是富足还是匮乏？许多人辛苦劳碌，赚来大笔金钱，最终钱还在，人却走了，这样的人生值得吗？家是何物？家是安身之所，是能带着幸福归来的地方。所以，别让家成为负担，整日忧心房租房贷。若生活总被债务牵绊，心能不累吗？家不在大小，舒适则安。宅不论好坏，有花有草便有生机。车是何物？车是代步工具，不是炫耀的资本。骑自行车的人，银行里未必没有存款；开豪华轿车的人，未必没有向银行贷款。开什么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出入平安。生活是何物？活在世上，不必追求大富大贵，但求活得有意义。幸福是何物？幸福不是与人比较，而是用自己的心慢慢感受。快乐是何物？快乐不必由他人给予，而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绽放。人生将尽，烦忧未了，多少筹谋不成气候。抬眼望，紫霞染红了黄昏，天地间彷彿藏着什么深意。昨日行经静寂的街，步履缓慢，不知此生将漂泊何方。身心与茫茫尘世共振，恍惚间一生似乎都已虚度。人生将暗，脚步却仍未觅得来世光明的归途。唉，往味一世，如沙滩上的图画，潮来便散。我究竟还要辜负自己多少轮回？人生如梦，为何心中总盛满苦涩的海水？那份焦渴从未止息。我是谁？竟如此沉醉于这场浮生，用泪水交换笑容。一盏明灯在燃尽前最为璀璨，趁着尚存一丝清明，点亮黎明，转身向内，不再追逐泡影，以免万劫漂泊。此刻，且让我合上双眼，怜悯那曾经痴迷的岁月。人间啊，你可知这本是一场大梦？一位不幸的妇人来到深山，向一位老禅师请教获得幸福的秘诀。禅师问：请问居士，您此生最看重的是什么？妇人蹙眉思索，何时答道：禅师，弟子愚钝，不解您所问。禅师微笑着温和地开始：居士，你必须明白自己最看重什么，因为那将决定你此生能否得到幸福。看重名声体面的人，一旦被人羞辱轻视，便会愤怒怨恨；看重财产利益的人，一旦钱财损失，便会如割心头肉，痛苦不堪，为此争斗不休，耗损身心；看重美貌的人，当容颜随岁月凋零，便会忧愁不已；看重男女情爱的人，当被爱人冷落背叛时，不免为情所伤；看重亲情无法割舍的人，便如风中之草，当亲人遭遇不幸时，便一蹶不振。不知居士，您最看重的是哪一样？妇人恍然大悟，她发现自己正执着于禅师所说的一切，原来那些正是她一生不安的根源。她说：禅师，感谢您开示。那么
弟子究竟该看重什么，才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？禅师轻轻一笑，答道：此生你唯一应该守护的是你的灵性与道德生活。一个拥有灵性与道德生活的人，失去钱财时不会惊慌失措，因为深知那只是身外之物，是工具，失去了可以再寻，即便不复得，也无损于自己的德行。他不会因受辱而愤怒，不会因被冷落而失望，不会因家中有事而不安。他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忧愁，因为他明白羞辱、冷落、灾难和衰老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外，无法动摇他的灵性与道德生活。他会接纳生命中一切的起伏兴衰，因为那本是世间常态。他会感谢那些诋毁他的人，因为那正是修养德性的良机。一个能在无常得失中保持内心平静的人，难道不是一个内在强大且幸福的人吗？听完，那位不幸的妇人开始静静地思索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看重的一切。而您呢？您最看重的是什么？古有群猴下水捞月，捞了又捞，终是徒劳，个个愁眉不展。我们时而也像那群傻猴，在红尘中寻觅幸福，双手刚触及啊，那金色的幻梦便如水中之月，悄然破碎。秋月之所以美丽，因其不属于任何人，一旦起了占有之心，便注定百年伤痛。我这一生如痴人追日，刚望见幸福的彼岸，黄昏已然降临。名、利、情皆如水中月影，虚幻不实，沉迷其中，便千载悲凉。因愚痴而成捞月之猴，俯身于颠倒梦想的洪流。谁能猛然惊醒，抬头仰望，便现那亘古的明月，依然高悬天际。人生如同一本书，有些章节悲伤，有些章节快乐，有些章节则充满惊奇。但若你从不试着翻页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章写些什么。别对自己太苛刻，即便犯了错，也代表你正在努力。接电话时，无论身在何处，请先微笑，因为电话那头的人能感受到你的笑意。舌头无骨，却足以粉碎一颗心。所以，请慎言，永远别试图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。信你的人无需解释，不信你的人解释了也枉然。请记住3件事：努力、坚持、相信。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，为手边的工作而坚持，为真实的自己而相信。你每日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。智慧的人教你慈悲，蛮横的人教你忍辱。思绪制造了无数问题，却又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。虚构的问题与虚构的解答，就这样无尽的轮回。自知愚笨的人并非真笨，自作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愚中之愚。宇宙万物本为一体，相互关联。当你伤害大地、河流与众生时，其实是在伤害你自己。当你给予时，其实是在利益你自己。若想时常快乐，别将快乐寄托于外在的浮华，将你的钱财、房舍、车辆都视为暂借之物，善用它们，但莫沉迷。能做到如此，你便能享受简单而喜悦的人生。若不留神，你会将谋生成为一场喧嚣。你总是忙碌，但为何而忙？只为一口饭吗？鸡群忙着啄食，最终却成了人的盘中孙。难道人忙碌一生，也只是为了死亡吗？若偶感内心空虚，应知这是自然。手脚尚有闲置之时，宇宙亦有广阔无垠的虚空。若偶感孤单悲伤，在离别后泪洒衣襟，请振作起来，因为生命将为你翻开新的一页。若你总在匆忙的生命洪流中打转，
步履蹒跚，你会爱上某个宁静的周日清晨，推开窗，静观晨曦洒满大地。当生命的本质本就非一帆风顺，就让那些苦涩之事随风而去吧，并体悟到当下即是最好的礼物。安然坐在屋檐下，聆听鸟语，心自清静。为人节俭些是好事，但别对金钱斤斤计较。习惯用金钱衡量他人的人，迟早会成为金钱的奴隶。为人有些抱负是好事，但切勿野心过大，莫让野心将自己变成魔鬼。为人宽容些是好事，但别让人看清，利用你的宽容而一再犯错。无论如何，应守住自己的原则与尊严。为人懒散些无伤大雅，但别终日邋遢，应做之事仍需尽力完成，应有一份奉献之心，才不致成为社会的寄生虫。为人聪明些是好事，但切勿自作聪明，以为天下人皆愚。若如此，世上最愚蠢的便是你。为人糊涂一点，反倒比太聪明而为欲望所累更幸福。糊涂一点，才能坦然处事。常言道，傻人有傻福。糊涂并非智商低下或反应迟钝，而是对人生多了一份通透，一份坦然。机会来临时，他们会努力把握；对无法企及之物，他们能一笑置之；对得不到的情感，他们能轻轻放下。这样糊涂的人，心胸宽广，容易满足，心境自然开阔。为人糊涂一点，不与人比较，生活更自在。为人糊涂一点，其实好过精于算计，因为算计最累的是自己。对贪小便宜的人，糊涂人不妨让几分；对好慕虚荣的人，糊涂人不妨赞几句；对爱搬弄是非的人，糊涂人会默默远离，不予理会。不是他们看不穿那些心机，而是不愿说破。糊涂的人往往更能包容和理解他人的不易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只需懂得何时该进，何时该退。不争是一种智慧，是放过自己，也是放过他人。为人糊涂一点，其实并无损失。不与朋友计较，友谊更坚固；不对亲人苛求，家庭更和睦；不与爱人争执，感情更长久。为人糊涂一点，学着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乐趣，不急于求成，不过分计较。自古多少聪明人，反被聪明误。从今往后，做个糊涂人，不为世俗琐事烦心，如此方能在尘世中安然自处，达到通达自在的境界。人生如戏，每个人都得轮流扮演许多角色：子女、手足、伴侣、父母。若能了悟每个角色的本分，灵活地以不同心态去活出不同身份，人生便会轻松许多，也更容易迎来喜悦与幸福。若你能快乐地过好每一天，让生命如原野上的草木般自然健康，或如花朵般绽放芬芳，那么整个大自然都会为你喝彩。的确如此，因为喜悦使人美丽，而仇恨、怨怼、痛苦只会使人丑陋。一个人活得快乐与否，幸福与否，关键在于心，而非身体，更非每日的得失。决定我们心境的，从来不是他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每个人的心都像一片田地，播下善因得善果，种下恶因得恶果。所谓相由心生，笑容正是心灵的一面明镜，映照出田中种下的一切。若你心中有喜悦的种子，结出的必是微笑的果实；若你心中有痛苦的种子，结出的必是伤悲的果实；若你心中有责备的种子，结出的必是怨恨的果实；若你心中有慈爱的种子，结出的必是宽容的果实。
若你心中有邪恶的种子，结出的必是沉沦的果实。有句话说，我们无法改变天气，但可以改变心情。你不必因连日阴雨而烦恼，因为下雨天我们正好可以避开骄阳。你也不必因烈日当空而忧虑，因为灿烂的阳光不会让你踩进泥泞的悲伤。为何柔弱的蚌能孕育出珍珠？当一粒沙子落入蚌中，驼虽感不适，却无法将其排出。面对这份痛苦，蚌没有丝毫怨言，只是用体内的养分层层将沙粒包裹。渐渐的，那曾经的痛楚化为了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又为何强壮的野马会被渺小的蝙蝠征服？当被蝙蝠吸血时，野马感到极不舒服，却无法赶走驼。野马愤怒地狂奔乱跳，直至力竭而亡。科学家发现，蝙蝠吸食的血量远不足以置马于死地。驼真正的死因是自身的暴怒与疯狂。人生充满了未知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当遇到不顺心时，不妨想想蚌与野马的故事。生活的态度与洞察世事的智慧，能帮助人扭转乾坤，化解一切难题。一个人灵性的成长，正是在于他如何面对与解决生命中的种种困境。多少浮生事，过一日亦复如是。谁知昨夜梦中成巨富，醒来一笑，依然两手空空。家有千间，夜眠仅需一床，金银满箱，也带不走分毫。一阵无常风起，变成千古，神时困于无尽的挂念。纵然相识满天下，临终时有几人为你焚一炷香？多少情思终成陌路，唯有孤身上路，随夜里牵引。无常如扫帚，一朝扫尽秋叶，也扫尽人的性命。若知万事皆如浮云，此刻是紧握还是放手？百年人生，匆匆一梦，来者皆来，去者皆去。且让我们活得充满意义，在告别之时能含笑而去。我学到，我们偶尔有权利生气，但不代表有权利变得恶毒。我学到，若你不主宰自己的情绪，情绪便会主宰你。我学到，建立信任需要数年，摧毁它却只需几秒。我学到，你无法让所有人都爱你，你能做的是成为一个值得被爱的人，剩下的就交给缘分。我学到，别去计算你一生拥有多少物质，而是计算你拥有多少真正的朋友。我学到，真正的友谊，无论距离多远，都会继续成长，真爱亦然。我学到，想活得幸福，就要学会原谅。仅仅原谅他人还不够，你还需要学会原谅自己。在这些教诲中，第一条我最为心领神会。我们偶尔有权利生气，但不代表有权利变得恶毒。生活中常有被人激怒之时，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报复，以泄心头之恨。但其实那样做，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丑陋。能放下的就放下吧，气过了也就云淡风轻了。深厚的关系与内心的平静，才是最宝贵的资产。若问我此生最怕什么，我怕的是内心的幽暗。名利失去了，我不认为是真正的失去，良知一旦泯灭，那才是失去了一切。若问我此生最恨什么，我恨的是失去内心的平静。愿我能不执着于爱，不沉溺于恨，不被烦恼所困，爱恨皆如孩童般纯真。若问我何为真爱，是懂得忍让，是接纳彼此。束缚的爱只会让对方窒息，那样的幸福总是与痛苦的阴影相伴。若问我最感恩什么，感恩生命中的障碍与逆缘。人生的风雨，助我放下傲慢，
早日回归谦卑柔和的正道。若问我何时令我失望，是妄想改变这个世界。若我懂得改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，世界便会纯净美好。若问我怀抱何等希望，愿我的心胸能更加开阔。我若太大，天地便显得狭小；我若变小，世界便充满无限的爱与温暖。朋友，是生活教会了我们，经历许多失败，才知经验的可贵；历经多次成功，才知勇气的可贵；尝过许多矛盾，才知包容的可贵；见过许多荆棘，才知度量的可贵；遇过各色人群，才知友谊的可贵；摔过许多跟斗，才知谦卑的可贵；看过许多谎言，才知真诚的可贵；追逐许多名利，才知淡泊的可贵；应酬过多，才知清静的可贵；束缚过多，才知自由的可贵；痛苦过多，才知幸福的可贵。每一天，我们都该学习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，远离那些让自己沉沦的诱惑。只要还有明天，一切就都还有可能。人生能有几何？让我们感谢自己还活着，还能感受这世间的花香与果实的甘甜。半生已过，我渐渐懂得了无常，那不过是世间的常态，而我们只是这无垠人海中的一片野。若说有什么是永恒的，那便是变化本身。变化从未改变，它横行于这个世界。我们所认为的幸福，未必是朝夕相伴。纵然身处天涯海角，若心意相通，依然能感到喜悦。生命的长短，不应以岁月来衡量，而是看我们在每一个当下活出了多少的觉醒。半生沉思，我渐渐懂得了生命的本质。人生孤独，生命有限，在如何填补，终究有缺憾。岁月的浪涛拍打着岸边，冲刷着，带走了所有的心事。才明白，无论多么深刻的宁静，最终也将消逝。半生已过，我学会了聚散与沉浮皆是因缘。当万事回归原点，便能轻轻放下那份私人的执念。半生已过，当我终于领悟，又何必去分辨黑白是非？微笑面对这世界，活在一个没有纷扰的内心。我们心中既有污泥，也有莲花；既有恶魔，也有天使。别拒绝恶魔，也别排斥天使。我们心中既有黑，也有白。别为了追逐白而驱赶黑，因为黑是白的点缀，泥是莲的滋养。这意味着你永远不该拒绝过去的弱点与过错，因为没有任何进步与圆满是来自于逃避和否认过去。来到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有其独特的意义，都是为了让你成长与圆满的礼物。所以请用感恩与珍惜之心去接纳一切，然后运用自身转化的力量，将所有垃圾碾碎，化为滋养大树的沃土，让它开出芬芳的花，结出甜美的果。然后请你亲自品尝那份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而丰盛的甘甜。记住，懂得给予，才会永远拥有；紧抓不放，终将一无所有。智者请牢记，世间多数人看重金钱，不在乎他人的感受或幸福。日常生活中你最爱的人，有时反而是伤你最深的人。朋友，这两个字的界限何其脆弱。顺境时不知谁是真心，逆境时才见患难之交。这世上你很难再遇到像父母那样一生一世都无私爱你的人了。一点点慈悲的展现，他人快乐，自己也满心欢喜；一点点谦让的退步，便能感受内心的宁静，如海阔天空。
一点点宽恕的放下，明日依旧能共品一杯兄弟茶；一点点真诚的举动，能将苦难化为一瞥感恩的目光。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本书，有悲伤的篇章，有欢喜的篇章，有痛苦的篇章，有幸福的篇章。请你勇敢地每日翻开新的一页。如果每一页都相同，那这本书便索然无味。正因为有了不同的篇章，我们的情感才能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发挥。经历过痛苦，我们才会更懂得珍惜幸福。人生的相遇与离别皆是因缘，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安顿。小时候，幸福是件很简单的事，长大后能活得简单才是幸福。为了不枉此生，请多行善事，爱好良善，因为善行总能为自己与他人带来幸福。人往往在即将触及幸福时欣喜若狂，得到之后却又患得患失。人生没有绝对之事，总有相互弥补之处。你得到的越多，伴随的责任也越大。人生如太阳，有时光芒万丈，有时漆黑一片。人生说到底只有2分半钟的时间，1分钟微笑，1分钟叹息，半分钟去爱。人生不长不短，值得珍惜的就用心守护，需要放下的就坦然撒手。有些人我们忘不了，是因为舍不得；有些人我们必须忘，是因为不值得。别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有时你看到的只是你期望看到的，而那些你不喜欢的早已被你忽略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生命的主人，却忘了生活本就需要许多人相互配合。无论今日遇到多少困难，请坚信，唯有昨天无法回去，而明天必然会到来。知名记者雪梨·哈里斯和一位朋友在报摊买杂志，买完后，朋友很礼貌地说了声谢谢，但报摊老板却冷若冰霜，一句话也没回。两人离开报摊，继续前行。哈里斯问朋友：“那位老板的态度真奇怪，不是吗？他每到晚上都这样。”朋友回答：“那你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客气？”哈里斯又问。朋友反问：“我为什么要让他来决定我的行为呢？”每个人的心中都握有一把快乐的钥匙，但许多人却不懂得自己掌握，反而将它交给了别人。一位女士常常抱怨：“我活得很痛苦，因为我先生经常不在家，她把快乐的钥匙放进了先生的手中。”一位母亲说：“我儿子不听话，我常常气得半死，她把快乐的钥匙交给了儿子。”一位中年人叹气：“老板不给我升职，我精神都垮了，他把快乐的钥匙塞进了老板的口袋。”一位老太太抱怨：“我媳妇不孝顺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苦？”一位年轻人从书店走出来，大喊：“那老板的服务态度真差劲！”这些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决定，让别人来主宰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允许他人控制我们的心灵时，我们便感觉自己是受害者，除了责怪和憎恨对方，别无他法。这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当我们责怪他人时，我们传递的讯息是：我这么痛苦都是你害的，你必须为我的痛苦负责。这时我们把取悦自己的重任托付给了别人，我们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主宰自己，只能任由他人摆布。这样的人往往让人不愿亲近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看到他们就只会看到满脸的责备与怨怼。一个懂得紧握快乐钥匙的人，不会等待别人来取悦自己，相反，他们还有能力将快乐带给别人。这样的人心态稳定，懂得自我负责，不怨天尤人，能主宰自己的情绪，懂得为自己创造快乐，守护快乐。因此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他们总能自在、愉快、
不受他人影响。你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呢？是不是还在别人的手里？如果是，那么请快点把它拿回来吧。有一次，人问大地：你们是如何相处的？大地答：我们相互包容，相互承载，相互成就。又有一次，人问森林：树木啊，你们如何与同伴共存？树木答：我们欢喜地繁茂生长，在患难中为彼此遮风挡雨。人问云朵：你们如何一同飘荡？云朵答：我们心无界限，在最初就已融入彼此。然后人悄悄问小草：你们的朋友是如何相处的？小草答：我们在大地上交织依偎，分享每一滴露水与阳光。人问河流：你们是如何在岁月中流淌的？河流答：我们节奏和谐，相互交融，即便惊涛骇浪，也一同前行。最后，人问身边的人：我们又是如何相处的？回答他的是一片沉默和一尊尊冰冷的带着微笑的面具。世人依然相互践踏而活，心中仍充满了自私的念头。只因误以为生命可以永恒，便将人情与道德弃之不顾。人啊，回头看看身边的人吧，流下慈悲的泪，向整个大自然深深的鞠躬。有时需要懂得一点痴傻，才能换得片刻内心的安宁。有时需要放下一些计较，才能让嘴角绽放更灿烂的微笑。有时需要懂得退一步，才能把想说的话温柔地说出口。有时需要体会过伤痛，才不会说出那些伤人心的绝情话。有时需要翻开经书，才能找回内在的平静。有时需要学会沉默，才能看见智慧在深沉中开花。有时需要看见自己的过错，才能用宽容的心去原谅他人。有时抬头仰望天空，才能让心灵变得开阔，如春天般明媚。有时需要对诱惑保持距离，才能解开束缚人生的痛苦枷锁。有时需要学会放松，才能感受呼吸之间的温柔。有时需要懂得取舍，才能让爱不再相互捆绑。有时需要回忆初衷，才能让感情保持最初的纯粹。有时需要在梦中醒来，才能让心灵领悟虚实的彼岸。有时需要敞开慈悲的心，才能让生命的意义升华。有时需要放下自我，才能让天涯海角变得亲近。有时需要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，才能体会到周遭众生的不易。有时听闻晨钟暮鼓，才明白人生何必争斗不休。有时像佛陀一样静坐，如如不动，面带微笑，直到有一天断尽凡尘俗念，推开真如的大门，安然回归。一个懂得生活的人，首先要学会积极的思考，因为思想会塑造我们。你怎么想，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。你若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便不会行动，终将一事无成。你若相信自己聪明，便会懂得如何去创造智慧。只要积极思考，凡事都会好转。你会将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转化为独特的乐趣，烦恼自然减少。接着要学会化嫉妒为欣赏。只要还在嫉妒他人的成功，你的心就不得安宁。不如用欣赏的眼光去迎接他人的成就。平静的心能让你以他人的优点为榜样，化为自己奋斗的动力。嫉妒只会玷污你的心灵，甚至让你做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恶行。然后要了悟自我。所谓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这是人人都应学习的深刻智慧。征服自心是人生最大的考验。因此
我们应练习静坐，以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需要做什么来满足这些喜好，这便是让自己每日更快乐的方法。也要学会主宰愤怒。愤怒是一块烧红的炭，它或许会伤到别人，但第一个被灼伤的永远是你自己。别在愤怒时说任何话，因为怒则致失，容易说出重话，伤害感情，毁掉关系。更要在内心寻求宁静。劳碌一生，最终所求不过是安享晚年。我们常向外寻求宁静，却不知真正的宁静就在我们的心中。若心中贪、嗔、痴减少，嫉妒、纷争平息，便会感到心灵的安详，生活也顿时变得轻盈。要慈悲对待众生。懂得生活的人，对孩童温柔，对长者慈爱，对困苦者感同身受，对弱者与犯错者仁慈。因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，你也可能身处同样的境地，所以请常怀恻隐之心。人人皆有不为人知的苦，请用慈悲的眼光看待他们，你的世界将因此而美好。最后，要懂得随缘而行。懂得生活的人，凡事随缘。是你的，终究是你的；不是你的，强求也无用。若想抓住什么，特别是感情，就让它随缘吧。你可以努力追求，但当时机已过，无力回天时，也要懂得放手。执着只会带来痛苦，让一切随缘，心才能清安，才能更容易地接纳生活本来的面貌。情、钱、名、利，如蚂蚁在碗边爬行千年，如蚕茧将自己层层束缚。若还未看透红尘，那就继续在梦中摸索吧，直到被浪涛打得精疲力尽，才在苦与乐的彼岸豁然开朗。若想保持心灵的平静，就要远离负面的对话与负面的人，别怀抱仇恨与愤怒，学会遗忘与宽恕。别嫉妒他人，要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学习更有耐心，对人对事更宽容。别用片面的个人观点看待事物，别沉溺于过去而忽略了现在，影响了未来。要学会放松精神，每日至少留出10分钟，回顾一天，在忙碌中让心灵小憩。最好的放松方式是每日练习静坐。心若宁静，身体的能量便能迅速恢复，安详自在。请记住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给你真正的平静。人生啊，真是奇妙，幸福与忧愁总是相伴。罢了，且让我们回归内心的禅静，让那疲惫的两端都寂静下来。有得必有失，有悲必有喜，二者皆非实相，何必欣喜，何必悲戚？雨停了，便是晴天；黑暗尽头，便是光明。是谁的身影静静坐着，看云卷云舒？昨日才相逢，今早已分离。短暂的相遇与别离，只因情丝牵绊而心痛。有爱便有辜负，如音符有高有低。人生本就起伏不定，何苦责怪他人，让自己痛苦？今天终将成为昨天，明天也将如此，退入模糊的过去。懂得接纳二字，便是懂得随缘。人生在世，困顿坎坷，只因执迷而颠倒。走过内心喧嚣的街道，静观生命的变幻。若知100年终是梦，何苦再添一分忧愁？想活得轻松安然，要懂得听。当我们决定倾听一个受苦的人时，就等于扮演了为他疗愈心病的医师。纵然我们不是心理学家，但只要怀着真诚与正确的态度，定能帮助对方。此外，若不倾听他人，我们很难分清是非对错。倾听是为了了解人心，明了己意，
找到待人处事之道，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。也要懂得忍，忍是人与人相处的智慧，也是人追求理想的态度。忍是忍让，也是忍耐。忍是一种道德修养，一种品格升华。忍不等于任人践踏，而是告诫自己莫因冲动而犯错。愤怒不仅伤害身心，更会让你失去内在的价值。还要懂得禅，禅是让身心达到宁静与安详的最佳途径。禅即定心，不一定要盘腿而坐，定心就是不起妄念，如此简单而已。遇到困境时，说再多，怨再多，也于事无补。不如静下来，少说多听，调整心态。有时话多，反而失去了静默之美。最后要懂得清，越是看清万事万物，心越是清净，越是充满幸福。名利物质皆是浮云，离世时一丝一毫也带不走。所有的悲伤、愤怒迟早都会过去，最终只剩下自己与自己相伴，何不看清一切，学会放下，让烦恼随风而去。有时幸福让我们的灵魂温柔，有时忍辱让我们的生命平安，有时逆境让我们变得坚强，有时面对不幸让心胸更宽广，更懂得慈悲。一堂课上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道算式：2加2等于4， 4加4等于8， 8加8等于16， 9加9等于19。他刚转身，全班便喧哗起来。老师，最后一题算错了。老师微笑着说，最后一题确实错了，但我写了4道题，为何没人注意到前3题都算对了呢？我们待人通常也是如此，对一个人好10次，他未必记得，但只要有1次不顺他的心，之前所有的好便仿佛化为乌有。古人有言，一碗米养恩人，一担米养仇人。有些人习惯了接受，便忘了感恩。不是所有人都懂得用良心2字来待人。你纵有千般好，只要一件事不遂人意，所有的好便被一笔勾销。你纵然掏心掏肺，只要1次无心之失，便成了罪人。你帮助了100次，未必换了一句感谢，只要1次莫及时援手，便被记恨在心。所以为人应凭真心，别太在乎形式。真心相待，方能遇知己。花言巧语不过是镜花水月。万物皆有长短，切勿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，也别用个人的认知去评判任何人。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。在指责他人过错，嘲笑他人笨拙之前，先反观自己。眼睛是用来看见美好的事物，别只盯着是非。嘴巴是用来吃饭说话的，不是攻击离间的武器。活在世上，最宝贵的不是金钱、名利或权势，而是内心的修养与品质。这才决定了一个人的品行，决定了谁值得信赖，谁是善，谁是恶。为人需真诚，别太计较，算计只会伤害自己。做事要留一条后路，说话要留3分口德，才不至于走入绝境，惹祸上身。善事多做一点，恶事自然减少。真诚多一点，算计自然减少。鼓励多一点，责备自然减少。帮助多一点，利用自然减少。说话要谨慎，玩笑也应有度。人生在世，如朝露一般，转瞬即逝。活得像水一样吧，澄澈、宁静、深邃，又何愁不能获得安详与自在？人生有些事发生了，只能接受；有些人转身了，只能放手；有些路选择了，无法回头。生活总有这样无奈的时刻，若能看透，会发现许多事失去了，
反而比拥有更安心。万千烦恼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；有些麻烦，忍一忍就化解了；有些话，忍一忍就不必争了；有些感情，忍一忍就不想继续了；有些人，忍一忍就不愿再等了。真心爱你的人，会想与你共度未来。真挚的感情，无需时时挂在嘴边，而是静静地陪伴岁月。美好的缘分，不来自刻意的安排，而在于两人坚定的接纳。若真有缘，时间空间都不是问题；若已无缘，纵然日日相见，也毫无意义。人常说，直到失去，才明白曾经拥有。其实，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拥有什么，只是误以为他们永远不会失去。请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因为某天回首，你会发现，他们其实都至关重要。有些时刻，要到长大后，才懂得其珍贵。通常，你拼尽全力时，别人未必在意；当你稍一松懈，人们反而注意到了。有时，上天不给你想要的，不是因为你不配，而是因为他为你准备了更好的。活得简单就快乐，但世上快乐的人却极少；活得复杂就痛苦，但世上痛苦的人却比比皆是。许多烦恼皆因思前想后不够果断，所以该拿起的就别再犹豫，该放下的就请干脆利落。因为必须结束该结束的，才能开始该开始的。人生如一架钢琴，白键是快乐，黑键是悲伤。但请记住，唯有黑白键合奏，才能弹出动听的乐章。若不曾用难事挑战自己，你永远无法进步。一个人唯有走过许多路，解决无数事，才能迅速成长。无论生活多么平凡，都要勇敢面对，别逃避，别抱怨。时间流转不息，人来人往，别错过了让自己生命更有意义的机会。我们来到这世界是身不由己，最终离开亦是身不由己。而中间这段人生，则全凭各自的选择。有人是钱财、子孙、爱情、胜负为生命之本，有人则以感恩、喜悦、宽容、知足为人生指南。因选择不同，人生的结果也千差万别。年轻时或许贪求甚多，待到卧病在床，想忧虑也无能为力。那份忧虑会转移到旁人身上，朋友怕被借钱，父母怕你熬不过去，伴侣怕被拖累，上司怕没人工作，急着找人替代，医生则一边开药方，一边提醒你缴费。此时，再多不满与傲气，也无济于事。所以，趁还健康，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，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世上之人，谁都不容易，甜酸苦辣，悲欢离合，皆是人生常态。能将苦涩的人生过出几分诗意，将薄情的世界活出几分温暖，才是一种本事。这世界本就没有完美，太阳升到正午便开始西沉，月亮圆满之后便开始亏缺。所以最美的景致是花未全开，月未全圆之时。留有一丝缺憾，才显得永恒；不完美，才叫人间。懂得接纳，便没有什么是问题；懂得低头，便不会撞到门框；懂得让路，便不必与人争抢；懂得求教，便能迅速进步；懂得知足，便能时时幸福。为自己寻一处可以歇脚的树荫，在烈日下，在暴雨中，在这生死的洪流里，为自己寻一处遮蔽，刚刚好，不大不小。走在熟悉的路上，步履蹒跚，脚已疲惫，热情已消减。我从无始的混沌中走来，
却始终未能走出这片因缘的罗网。为自己寻一处本来的根源，走进去，烦恼顿失，融入它，忧愁全消。人活在世上，一大苦恼便是要求他人对我们的行为达到绝对的标准。当我们懂得接纳来自他人的相对时，幸福便在掌握之中，当下即可享受。当我们懂得接纳相对，心胸便会更加宽广，更能信任人与世界，减少不满与失望。其实生命的基础本就是人与人，物与物，此世界与彼世界，此生与来生的相互依存。没有只生不死，也没有死去便不再以另一种形式重现的事物。因为生命是相互依存的，所以生命是相对的。因此世上没有人能完全独立，也没有人是绝对完美的。绝对的生命是生而不死，或死后不再轮回，是活着而没有一丝过错。这或许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若你放下成见，仔细看看那些你最憎恨的人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他们身上依然潜藏着一些可爱之处。那么他们身上的可恨是否也只是相对的可恨呢？同样，当你客观地观察那些你最爱最真实的人，你会立刻发现他们也有疏忽过错，有许多不完美之处。那么他们身上的可爱是否也只是相对的可爱呢？当我们明白世上没有绝对之事，我们便不会过度地憎恨那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。当我们明白世上没有绝对之事，我们便能放下那些狂热的迷恋，摆脱那种爱屋及乌式的感性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们能客观地看待实相时，无论面对何种观点、何种人，都能感到自在。自古以来，人总将自己囚禁在爱与恨的牢笼里，囚禁在自己一手打造的绝对之中。我们自己并非绝对，却要求周遭的一切都绝对，这便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一旦你领悟了这一点，请问谁能帮助你活得更幸福、更积极、更客观呢？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自己。若常在心中默念，世间没有绝对之事，我们在一切人际交往中都会感到轻松自在。幸福只在我们懂得从内在转变眼光时才会开始萌芽，幸福只在我们的心门真正敞开时才会降临。世间无绝对，请换个角度看，心灵若改变，黄昏亦是黎明。一片小小的灵魂如云朵般漂泊，从未停歇，孤独而迷茫。灵魂焦虑不安，在万千世路上奔走，总以为快乐在前方，幸福在彼岸的青草地。花儿日日盛开，生命却无笑容，每日都在挣扎，那遥远的幸福在何方？直到有一天，灵魂安静下来，回归自身，在一呼一吸间停住，听见生命在宁静中欢唱。原来真正的幸福就在自己心中，那份平静与深邃早已与浩瀚的宇宙融为一体。一片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了故乡，就在此地此刻已然足够了断所有沉浮与悲伤。往后余生，请学会沉静，偶尔被误解，不必争辩。生活中许多事难以说清对错，甚至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。往后余生，请学会弯腰。与子女意见不合，观念冲突也无妨，不妨去做些家务，擦擦地，洗衣物。在劳动中，你会发现心境与思绪都渐渐沉淀下来。往后余生，请别再后悔。人生是一条长路，有无数岔口，我们总在不断选择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选择了，就别后悔。有时是因缘业力推动着我们
去选择，去承担。往后余生，请保持单纯。想得太多，只会让生活更复杂。活得单纯，其实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福分。去感受食物的香气，体会运动的快乐，与朋友畅谈，享受简单的幸福。往后余生，请变得平淡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自然不再喜欢喧嚣。平淡的心态有益身心，延年益寿。无论物质富足或贫乏，只要内心平淡，便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往后余生，请偶尔糊涂。有些事该忽略就忽略，有些理弄不清就不必弄清，有些人该路过就让他路过。若只懂记忆不懂遗忘，只懂计较不懂宽容，只懂精明不懂笨拙，人生将会沉重不堪。往后余生，请偶尔放纵自己。每日蔬果，饮食清淡固然很好，但也不必过于苛责自己，偶尔也要在节制中品尝生活的各种滋味。晚年若身体过于肥胖，行动不便，也是一种负担。在节制中享受，身心才能更轻盈。往后余生，请常怀祝福。我们如何待人，人便如何待我。所以请常常祝福你的朋友，你的子孙，甚至对陌生人也别吝啬一句祝福。当你让他人快乐时，你会发现自己心中涌起的喜悦更加丰盛。活着就请活得圆满。悲欢离合，成败得失，终将过去。春天喧闹的夜，等待着秋天的飘落。活着是为了彼此关爱，为了活得安详自在。莫让思虑太重，安然自在而活。愈是执着，愈是痛苦。将人生视为战场之人，所遇皆是争斗；将人生视为旅程之人，所见皆是风景。将人生视为变幻无常之浮云者，面对一切变迁，则总能处之泰然。人生大抵如此，似乎无所谓对错，唯有全然接纳。是幸福顺遂，亦或痛苦困顿，皆取决于我们以何种心态去面对这本就风雨交叠、起伏不定的人生。很多时候是经历了诸多失败，才知谦卑与忍耐的可贵；很多时候是品尝了几番成功，才知勇气与信念的可贵；很多时候是遇见了无数过客，才知真挚友谊的可贵；很多时候是遭受了百般碰撞，才知理解与宽容的可贵；是看透了利禄功名，才知远离与淡泊的可贵；是化解了无数矛盾，才知和谐与原谅的可贵；是尝尽了逆耳之事，才知修心养性的可贵；是应酬了太多交际，才知清静安宁的可贵；是见识了种种虚伪，才知真诚朴实的可贵。懂得如何忘却那些令自己不悦的往事，懂得如何远离那些使自己变得卑微的处所与人，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懂得生活。只要还有明天，今日便永远是朝向真、善、美的最佳起点。清晨问安，莞尔一笑，恬淡安然。昨日忧烦，已随夜色阑珊。朝阳浮照，灵魂清朗光灿。黎明恩赐，又将厚礼捧献。彩蝶随鸟鸣起舞翩跹。蔷薇丛中，又见新绿回返。风中依然，泛中声声清远。为这尘世送来温暖经验。迎接新日，愿今日焕然一新。心田喜乐，世界何其缤纷。当智慧与慈爱化为生命根本，分分秒秒幸福甘甜降临。人生在世，本非时时顺遂如意，我们该如何自处？以下是几位禅门智者的问答，或能助我们觅得方向。有人问，
如何平衡欢喜与悲伤？禅师答道：欢喜时，莫忘悲伤之景；悲伤时，且思欢喜之情。乐极易生悲，哀多则伤身。又有人问：世间可有永恒？禅师说：人们大都觉得来日方长，人生永恒。殊不知世事变幻，其短暂迅速，常出乎你我意料之外。关于失去之物，是否必然要追讨回来？禅师提醒我们细细思量，那些已然失去之物，实则从未真正属于过你，故而无需悲叹，更不必追讨。若觉得生活太过疲惫，如何才能轻松一些？禅师开始，生活的疲惫，一半源于生存之所需，另一半则源于自身的欲望、嫉妒与怨恨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把握今日呢？禅师的建议是，莫让太多的昨日与明日侵占了你的今日。能做到如此，便可算是把握了今日。应如何对待自己与他人呢？禅师教导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因为人生并不长；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。至于礼貌应如何诠释，禅师认为，说一句对不起，代表的是真诚；不欺瞒，代表的是风度。倘若你付出了真诚，却未得到应有的善待，那只能证明对方在应对上显得笨拙与无心。最后，如何确立人生的目标？禅师指引，倘若你深知自身潜能之所在，即便人生道路看似阻塞，你的心灵世界也自会为你开辟出一条出路。是将烦忧付与谁？步履蹒跚心难安。活得清朗如涤尘，才知悲伤须独担。是将温柔赠与谁？檐下渐饮秋色阑。目光慈爱遍尘世，暖过千言与万幻。合眼一次且聆听，听那悲苦满山川。泪珠奇妙化烟云，人生因抚慰而暖。试着静坐两相依，缝补彼此旧创斑。有时隔阂因沉默，有时言语裂深渊。试着互赠一微笑，天地顿时宽复宽。当爱与结满人间，处处皆是乐土园。现今许多人正在自我耗损健康，燃烧生命。我们总是以工作繁忙为借口，生活作息不规律，不愿锻炼身体，不珍惜自己，任由健康在年轻时便开始走下坡。等到病得撑不住了才去检查，身体出了问题，或是退休了才开始养生。健康亮起红灯了，才懂得珍惜与保护，还来得及吗？倘若年轻时身体便已残破，纵使创造再多身外之物，又有何益？这世上无论多富有的人，也无法买回健康，最多只能为自己建一座华丽的坟茔罢了。所以请从现在开始，在为时已晚之前，好好关照自己的健康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热爱学习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读到老，热爱读书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动到老，热爱运动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勤到老，热爱勤勉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梦到老，怀抱梦想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笑到老，喜爱微笑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乐到老，心怀喜乐的人永远不会老。活到老，爱到老，心中有爱的人永远不会老。人生在世，有些事发生了，只能接纳；有些人转身了，只能放手；有些路选择了，就无法回头。生活总有这般无可奈何之时，若能看透，便会明白，许多东西失去了，
反而比拥有更心安。有些伤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；有些烦恼，忍一忍便化解了；有些话语，忍一忍便无需争辩了；有些情感，忍一忍便不想再继续了；有些人，忍一忍便不愿再等待了。真心待你的人，会想与你共赴未来。真挚的情感，无需时时挂在嘴边，而是静默的陪伴，共度岁月流年。美好的幸福，并非来自精心安排的盛宴，而在于两人坚定向前的默契与接纳。若真有缘，时空从不是问题；若已无缘，纵使日日相见，也毫无意义。人常说，直到失去，才明白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。那么，悲剧便在于，我们对当下所拥有的一切，总误以为它们永不消逝。请珍惜并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因为有朝一日回首，你会发现，它们其实都至关重要。有些时刻，要待它成为回忆，才显出其弥足珍贵。通常，当你竭尽全力时，旁人未必在意；只要你稍一松懈，人们反而注意到了。有时候，上天不给你所求之物，并非你不配，而是他为你预备了更好的。生活简单，便能快乐，但世上快乐之人却极少。思虑复杂，只会徒增苦恼，偏偏痛苦之人却比比皆是。许多烦恼皆因自己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。因此，该拿起的就别再迟疑，该放下的也请毅然决然。因为必须结束该结束的，才能开始那该开始的。人生如一架钢琴，白键是快乐，黑键是悲伤。但请记住，唯有黑白键合奏，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章。若不以难事来挑战自己，你便无法成为一个进步的人。一个人唯有走过许多路，处理过无数事，才能迅速成长。无论生活多么平凡，都要勇敢面对，切莫逃避或怨天尤人。时光总在流转，人来人往于尘世间，莫要错失了让自己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的机会。社会有时不像那位总是宠爱、担忧、呵护你的母亲，而像一位严厉的导师，喜欢用考验来磨练你，让你筋疲力尽，还伴随着无数的责罚。社会有时会教导我们，哭泣没有用，委屈没有益，抱怨不是办法，装可怜也无人理睬。社会有时也不讲情面，不努力就别想成功。所以痛苦要学会自己咽下，泪水在眼眶打转也要悄悄藏起，疲惫辛劳自己一肩扛起。因为不经历人情冷暖，怎能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？不体验生活百态，怎能洞悉人心的炎凉？不遭遇悲欢离合，怎能看透人性的真假？谁不喜欢单纯的生活？谁不渴望真诚相待？谁不期盼幸福满怀？但社会的现实却迫使我们清醒，不得不蜕变自己，以求应对。社会从不缺乏严苛与残酷，所以有时我们还来不及进步，便被归为落伍；我们稍一软弱，便立刻被推得东倒西歪。那些流过的泪，走过的路，扛过的苦，尝过的痛，终将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你。因此，有本领就不怕，有信心就尽管走入社会，那里是淬炼我们成长的最佳环境。记住朋友的优点，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多，需要时总有得力助手。记住爱人的优点，争吵会减少许多，感情会日益深厚。记住上司的优点，能减少许多抱怨，懂得付出，前途自然开阔。记住同事的优点，能减少许多矛盾，合作无间，工作更显专业。
记住他人的优点，怀着感恩之心生活，好事会增多，烦恼会减少。记住他人的缺点和毛病，只会让自己心里不舒服，情绪烦躁，生活更加疲惫。然而世人大多如此，他人的好处从不放在心上，见到一点坏处便铭记在心。为人处事，谁没有一点私心？谁不曾为自己犯过错？只要多一份理解与宽容，你会发现那些事根本算不了石磨。记住他人的优点，其实获益最大的是自己。记住他人的好，能减少矛盾，不生烦恼。你记得他的好，他会待你更好，不伤感情，无需计较得失到断绝关系。互相记住优点，能让人与人走得更近，因为心中无需提防与算计，生活将会因此轻松许多。无人能活永100年，却为千载事盘算；无人能知明日事，却梦一手换江山；无人能永驻容颜，却盼花红不凋残；无人能长乐无忧，终点徘徊总离散。一夕一呼气息间，人生已过万重山。无人敢弃绝情爱，纵然情中多牵缠。谁人青丝不染霜，却在生死桥边盼。少有独自能幸福，故用交换求心安。无人乐意向后退，千里之行任风险。积人能回归自心，甘受苦痛细雪间。无人能永世长存，何不铭记平常禅。聪明人懂得抓住机会，知道何时该出手，而智慧人知道何时该放手。因此拿得起是聪明，放得下是智慧。聪明人将自己的优势展露于外，即锋芒毕露；智慧人则让他人展现优势，自己默默耕耘。譬如在宴席上，聪明人忙着滔滔不绝，像一把茶壶；智慧人则忙着倾听，像一只茶杯。壶中的水终究要倒入杯中。聪明是一种生存的能力，而智慧是一种生存的境界。世上聪明人很多，但智慧人却很稀少。就连被公认为智慧化身的苏格拉底也自认，若以智慧的标准来衡量，他自己亦是无知之人。聪明人通常不愿吃亏，而智慧人往往能承受损失。聪明人与人共事时，总能保全自己的利益。例如做生意，聪明人总能赚取利润，而智慧人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，反而会将他人利益放在首位，有时甚至愿意贴钱。智慧人深知有舍方有得，聪明人注重细节，智慧人着眼大局。聪明人烦恼多，常失眠，因比常人敏感而易早逝；智慧人能远离烦恼，达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境界。因此智慧人吃得香，睡得稳，活得长寿。聪明人渴望改变他人，让别人顺从己意；智慧人则往往顺其自然。因此聪明人的人际关系常显紧张，而智慧人的人际关系则更为和谐。聪明多半是天生的，得益于遗传，而智慧则更多的依靠后天的修行与磨练。聪明能让我们获得许多知识，智慧则使我们拥有文化底蕴。因此一个人知识越多，可能越聪明，而一个人越有文化，则越有智慧。聪明依靠眼与耳，即耳聪目明；智慧则仰赖心灵，即会由心生。聪明能带来财富与权力，智慧则能带来内在的喜悦。因此若求财，聪明足矣；若想脱离烦恼，则需要智慧。那么您是聪明人还是智慧人？您想做聪明人还是智慧人呢？
能使他人谓之聪明，能使自己是谓智慧。俗世之乐，暗藏风波，内心之安，方为真福。现代人有5个吊诡的现象，值得我们深思。第一个吊诡是，虚拟世界似乎比现实更为真实。科技日新月异，助我们连结更多人，缩短了地理距离。我们安坐一室，便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交谈，透过掌中小小的手机获取一切资讯。正因为关系太多，资讯太杂，我们反而没有时间留给真实的关系与真实的生活了。家庭餐桌上，再无温馨的问候，个人边吃边埋首于自己的手机。朋友聚会也不例外，人人各站一角，沉迷于手机，偶尔抬头尴尬地笑一笑，又再次低头。虚拟世界似乎已比现实世界更有吸引力。现代人似乎总不知足，因此他们失去的也同样很多。现代人似乎都被卷入赚钱的漩涡，而无意中失去了生活中其他更有意义的事物。第二个吊诡是，穷人有时比富人更阔气。许多城市人收入颇高，但何曾为乡下的父母添购过最好的东西？他们寄回农村的多半是自己不用了的旧物，或是损坏过时的东西。相反，农村里生活清贫的人却总把最好的东西寄给城里人，最肥的鸡，最大串的香蕉，最甜的菠萝蜜。这难道不是乡下人比城里人更阔气吗？第三个吊诡是，用健康换取金钱，再用金钱买回健康。我们想赚很多钱，想变得富有，因此拼命工作，白天不够，熬夜加班，一周40小时不够，周末再补。许多人甚至不择手段，只为追名逐利，后果是身心俱疲，疾病缠身，身体得不到片刻休息，导致眼花脚软，头脑昏沉，五脏六腑功能衰退，频繁进出医院。那时辛苦赚来的钱都悉数交给了医生，想买回健康，但还买得回来吗？第四个吊诡是，为帮佣生孩子。夫妻厮守，总盼望有个孩子能为家中添些欢乐，共享天伦。那些不孕或难孕的夫妻更是四处求医，只为求得一子。然而盼是盼来了，待孩子出生后，我们却理所当然地将孩子交给帮佣照看，连教育孩子的责任也一并外包。而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却忙于赚钱，每日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足1-2个小时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生孩子究竟是为了让帮佣享受抚育之乐，还是为了我们自己？第五个吊诡是，我们需要房子，甚于需要一个家。许多人抱持着安居乐业的心态，总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努力赚钱，只为买下一栋梦想中的住宅。有人甚至不惜背负债务，买下房子后再拼命工作，慢慢偿还。有了房子，我们大部分时间却仍在外面奔波赚钱，而不是待在家里。我们继续在外辛勤劳碌，只为了能换一间更大的房子，为房子添购更多更豪华的家具。难道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栋冰冷的房子，而不是一个温暖的家吗？这5个当代人的吊诡，您是否也深陷其中呢？一是信口开河，难是谨言慎行；一是伤人感情，难是弥合伤痕；一是乐之无常，难是放下尘缘；一是宽恕自己，难是包容他人；一是忘却深恩，难是义重如山；一是犯错连连，难是虚心求教；一是轻信他人，难是坚守自身；一是口说善言，难是言行合一；一是计较得失，难是退步让人；一是匆忙生活，
难是停步深观；亦是轻许诺言，难是信守不渝；亦是散播是非，难是内观自省；亦是获取胜利，难是谦卑自持；亦是所人地止，难是入人心中；亦是之说，难是之末；亦入黑暗，难寻光明；亦是跌倒，难是自起；亦知天地宽，难知心殿堂；亦乐六道苦，难厌轮回长；亦在失去后，方觉应珍惜；亦为己营谋，难将爱广披；亦任时光逝，难得片刻醒；亦是生死谜，难对目前思；亦是作诗句，难求此生缘；且寻蒲团去，亦作难复心；终须觉此番，莫在难一禅。监狱是囚禁罪犯的地方，我们的心有时也像一座监狱，囚禁着那些曾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将他们牢牢锁住，紧握钥匙，日夜看守，心想我绝不放过他。然而我们却未曾意识到，当我们囚禁他人时，自己也同样身陷囹圄，我们也成了囚徒。不原谅就是这样一座画地为牢的监狱。我曾一直提醒自己，无论这辈子发生多么离奇古怪的事，都必须先懂得珍爱自己。那些让我们挂心的事，多半来自于我们所爱的亲人，如父母、朋友、手足。长久相处，情谊深厚，本是理所当然。我们有权为他们操心，但在某些时刻，你所有的这些想法，所有为自己设下的原则，都会因为某个人而烟消云散。有些人出现的虽短暂，却让人思念一生；有些关系从陌生到熟悉，却在短短数日相遇后变得特别且无比重要。有些人让我们心痛，我们只会轻蔑一笑，随即抹去一切，但对于那个人却无法如此轻易。我们可以在一段感情结束后冷笑，但那冷笑并非针对那个人、那个身影，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自嘲。忘却竟比记住该如何去忘还要困难。一切都被颠覆，世界庞复倒转。我们把伤害揽到自己身上，自我责备，结果让自己伤得更深。女孩子无论多么理智，多么坚强，面对自己选择放下的事物时多么有主见，一旦陷入爱情，这些似乎都派不上用场。恋爱时，我们总是让情感蒙蔽了理智，就如诗人所言，心被情感引领着走。位置变了，原则瞬间瓦解。有些关系甚至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，才能再次敞开心扉去爱另一个人。我曾无数次责备自己，为何不能坚持到底？如果死亡能换来那份坚定，我必定会选择它。但又能如何呢？即使在生死一线的瞬间，我脑海中依然渴望见到他的身影，远远地看着他的生活是否真的幸福。那个能让他忘却我们共度岁月的女孩，是否真能给他所谓的平静？若是如此，理智又有何用？爱情就是这样，如果一切都能解释得清，都能分得明黑白，那世上又怎会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女孩，曾经、正在并将要承受着这样的伤痛？一切就是如此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圆满而精确的答案，只因为那个被赋予优先位置的人感到悲伤，那份优先竟让我日日夜夜都想起初见他的那一刻。世界在他眼中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。我曾不喜欢哭泣、争辩、与人分享，但与他在一起时，哪怕只是短暂的共餐，我都想听他说更多的话，问遍所有关于他的疑惑。有时那不过是发生在我们周遭关系中的一些简单故事，仅仅如此便已足够。
我曾不喜欢出门涂口红，穿漂亮的裙子，踩着昂贵的高跟鞋，但因为他说过喜欢那样，我便记住了。我改变了，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学着每天习惯口红，每天穿上裙子，每天踩着高跟鞋，迈开步伐。我曾不喜欢读书，甚至不记得自己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叫什么名字，那对我来说实在是枯燥乏味。但因为它，我也学着培养读书的习惯，为自己找寻那些与他曾读过的书相近的作品。一个人的努力不一定是要为自己带来完美，而是为了那段关系的美好。但一段关系是否能长久，却不取决于单方面的孤军奋战。相爱是共同分享，共同努力。如果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，另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，这条路是走不远的。先到达终点的那个人，是否意味着爱情已经结束了？所有的考验与故事，都需要我们牵着手，一同走，一同度过，一同到达，一同跌倒。在爱情里，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。一个人离去，一切便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同行。真是太过执着了，那份优先的位置，因为习惯了有他在身边而变得更加优先。他走了，我们成了被抛弃的人。我们是那个在这段关系中先听到结束话语的人，因此我们失去的远比那个抛下我们的人更多。所以在爱情里，别试图为自己设定选择题，别想着要用理智去爱一个人，那样做于事无补。爱就是爱，如果你太理智，情感便不再真诚。反之，如果你在关系中投入太多情感，你就会变得卑微、软弱，而非真诚。真诚绝不与软弱和卑微并行，真诚能带来信任，那才叫真正的爱情。若真诚只换来卑微与软弱，那便叫做愚蠢。与其不断地犹豫，提醒自己要理智，最好的方法是在他放手之后，彻底而聪明地运用你的理智。理智让我们清醒，让我们坚强，让我们在用一颗傻傻的心爱过之后，能继续前行。最重要的是，理智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一段颠覆了我们生活的关系结束后，果断地找回自己的位置与生命的真谛。那些年，我们总是忙着追逐那些刚萌芽的恋情，却因此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。因为不珍惜而失去，后悔也已晚。一个人在某些人眼中或许平凡无奇，但在另一个人眼中却是整个世界。只因位置不同，影响力便截然不同。古时有一群猴子，下到湖里想捞月亮，捞了又捞，怎么也捞不着，个个愁眉苦脸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那猴子，在人间寻找幸福，双手刚触碰到，美梦却碎成泡影。月亮千古美丽，因它不属于任何人。灵魂渴望占有，便注定100年漫长的痛苦。我这一生多么天真愚昧，与太阳赛跑。刚看见幸福的岸边，黄昏却已笼罩大地。名、利、情如梦似幻，就像水底的月影，沉溺在迷惑之中，所以千古悲伤。愚昧让我们成了猴子，一头栽进颠倒的河流。谁能猛然惊醒，抬头仰望，那亘古的月亮其实一直都在。年岁渐长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步伐愈发艰难与颠簸。年岁渐长，那些关于未来、关于青春的计划愈发不如我们所愿。年岁渐长，幸福少了，让我们心痛的事多了，有时是多得难以承受。有些日子，我们不奢求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渴望一句安慰，一句鼓励。
一则从脸书上匆匆传来的朋友讯息：你可别倒下。如果人生这么容易就倒下，这世上的人早就死光了，还有几个人能活着？在街上不期而遇是一个仓促的拥抱，来不及互相问候近况如何，家庭工作怎样，也来不及祝贺他新买了那辆时髦昂贵却耗油的车。所有的一切浓缩在一个不到10秒的拥抱里，伴随着轻柔却语气不变的低语：你过得好吗？人生虽短，但活着是必须要做的事。或是一通在十字路口响起的电话，当时我正独自坐在公车站，天气阴沉，一辆公车从眼前驶过，却不是我要等的那一班，或许根本就没有我要等的那班车。人生有时就是如此，陌生的眼神在路上掠过，远处路边有几棵大树，风吹得猛烈，天空灰蒙蒙的，连那绿色的树叶也无法为我带来一丝新意。电话铃声阵阵响起，划破了眼前的沉闷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劈头盖脸的责骂，却足以让我心中感到一丝暖意。你这几天死到哪去了？躲在什么鬼地方？再这样消沉下去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这疯子！不，我们还没死，还有人在期盼我们回去。不必非得等下一班属于自己的公车，但等下一班也无妨，可以随意搭上一班车，选择继续自己的旅程。继续前行，有时是个极其困难的决定，不是不想走，而是有太多事动摇了我们的意志与思绪，于是犹豫变成了必然。一棵树无论多么高大，多么清脆，当它独自矗立在没有一丝阳光的灰色天空下，也难免会感到孤独。在如此广阔的天空下的孤独很难改变，对吗？如果无法改变，就只能学着与它共存。不要抗拒，那是一种错误。看看地图，地球上有哪个地方只有一条路可以抵达？就连死亡不也分了地狱与天堂吗？所以我们总是有许多路可以选择。人生有时会带给我们许多颠簸，但颠簸并非让我们生活停滞的原因。那些讯息，那些鼓励，听起来很平凡，对吧？我们常常不经意地忽略和忘记了许多让生活更有价值的事物。原来生命给我们的颠簸竟是一种幸运，因为颠簸才知道谁还记得我，谁还惦记着我，给我安慰的话语，让我在等公车时能抬头望着天空，脸上依然可以绽放最安然最平静的微笑，足以掩盖和抹去我们这充满风暴的人生中所有的忧烦。人生啊，有时只需要一句非常微小简单的安慰与鼓励，但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们下一个依靠的支点。在所有的痛苦中，我们最终所期盼的就是一句安慰，一句鼓励。记住了，我们多么需要一句安慰与鼓励。无论是陌生人也好，熟悉的人也好，近在咫尺更好，远在天涯也无妨。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句鼓励与安慰。真相有2个字，谎言也一样。是与非，黑与白，真是难以琢磨。爱情有2个字，背叛也相同。它们是形与影，轻易就能互换为止。爱是一个字，恨也是一个字。有人沉醉于幸福，有人却满心愁苦。朋友有2个字，敌人也一样。昨天还甜言蜜语，今天就暗箭伤人。快乐有2个字，悲伤也相同。太快乐容易失控，失控了人生就毁了。哭有4笔画，笑也一样。谁能笑得灿烂，就能将哭泣深埋。生活本是2面，界限如一丝细线，接纳而不执着，就能轻松地跨越两岸。
在人生的许多时刻，我们会感到厌恶自己，厌恶到早晨醒来，连花5秒钟看看镜中的自己都不愿意。头发、眼睛、脸庞、笑容、皮肤，在那一刻都不再是我们关心的事了。我们漠视一切属于自己的事物。你的一生中必定会有那样的时刻，我们厌恶自己，我们被允许这么做。生活本来就不会时时如我们所愿，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，太多的故事需要提及，这让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更新一切，以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。有些坚强的人总有不同的方法来更新自己，他们活得不依赖任何人，不容易因为小事而失去自己的生活。他们能更容易、更顺利地掌握一切，懂得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最终，他们每天、每时每刻都能克服困难，不需花费太多时间去烦恼。有些较为软弱的人就容易这样放任自己漂流，连每天早晨花5秒钟检视自己生活状况的时间都吝于付出。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强者，即使是吃饭，穿上喜欢的衣服，走出优雅的步伐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一个过程去建立。生活不会总是如我们所愿，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，他们不是我们，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是对方，所以有时不经意地伤害了别人，或因别人而受伤，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我们周遭的人偶尔因我们而受伤，也算是人之常情。没有人是故意的，也没有人是完美的，能让这世界只有平静2字。学会与他人带来的伤害共存，不仅能让我们更坚强，也能帮助我们理解痛苦与悲伤是何种滋味，以便日后若想伤害他人时，能记起自己曾有过的相似感受。世界其实很小，尤其是一个人的世界，既渺小又脆弱，很容易因为外界的碰撞而破碎。谁都有权利伤害一个人，我们无法阻止。一旦事情改变了，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。然而，在那段时间里，不要让自己因为那些伤害而变得更糟，因为那些话语，那份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，终究只属于我们自己。我们可以犯错，可以在别人眼中成为坏人，可以在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眼中显得软弱，可以因为工作繁忙而成为一个无心的人，忽略了周遭的关系。但是，对待自己，请务必成为一个最真诚、最善良的人。首先要懂得尊重自己。当一切属于我们的事物变得更美好时，那些伤害就不再是值得烦恼的问题了。每天早晨，请至少花15分钟凝视镜中的自己，向镜中的人提出积极的问题。为自己选一支喜爱的、芬芳的口红，为自己梳一个亮眼的发型，穿上让自己充满自信、感到舒适而无丝毫胆怯的衣服，去做所有你能做的事。当你做了这一切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伤害你的人只占了极少数，因为你自己的人生并非由任何人所给予。任何的平静或幸福，想要得到平静，就要亲手去创造；想要得到幸福，就要亲自去选择。生活本来广阔，却又可以很渺小。悲伤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今天我们或许是悲伤的朋友，但明天就可能轻易地与他道别。我们的生活由我们自己决定，那份走向更美好事物的权利只掌握在我们手中。所以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女孩，是女人，是男孩，都要记住，别让任何人有权利伤害我们，更不允许我们在面对那些不美好的事物时，让自己变得更糟。请记住，别人有权利以他们希望的方式伤害你，那是他们的权利。但你自己绝不能给自己权利，让自己的人生在那些伤害面前变得更糟。
当双眼睁开，看着这世界，内心保持宁静，即使冬天来临，也能感受到春天的完整。感恩一切，心中却感到沉甸甸。在忙碌追寻的幸福中，意义何在？请记得，每天早晨都要微笑，用崭新的阳光点燃心中的爱与希望。即使外面的世界无人知晓，那朵源自你内心的花，也能在无常之中悄然绽放。